记录1949年开国大典的摄影团队共有2个，一个是来自延安的中国摄影团队，另一个则是专门邀请的原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团队。我们此前看到的记录开国大典的黑白影像，就是来自中国摄影团队的拍摄，而苏联摄影团队则不同，他们采用的是16毫米彩色胶片进行的记录，这也为后来的高清修复创造了条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无缘得见这段彩色影像，是因为随后存放胶片的房间发生了火灾，胶片被付之一炬。但几十年后，在俄罗斯联邦档案馆的档案库中，意外发现了部分当年拍摄的胶片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段彩色影像，可谓弥足珍贵。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率领中央领导人集体登上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之上。时年，毛泽东56岁，朱德63岁。而跟在2人后面的，除了宋庆龄外，还有这位穿西服戴礼帽的年轻人，恐怕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他就是新疆代表团的团长赛福鼎艾泽兹，当时他只有34岁。而后1955年新疆自治区成立后，赛福鼎被任命为第1任主席。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正式开始。现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召唤，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主席跟国旗。人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能够蒋介石国民党发动政府开辟祖国构建帝国主义华文化革命建设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听了不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为首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加重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应应出战，在以消灭反动军队，开化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愿意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愿意不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沈阳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以此专业最高中华人民政府关沈阳人民政府的权利。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本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但是专业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中华政府。现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达阅兵命令。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参与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在这边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而在1955年被授予最高军衔的10大元帅中呢，只有6人参加了49年的开国大典，其中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5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聂荣臻则是在长安街上亲自指挥检阅部队，并陪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共同乘车进行检阅。那么其他4位元帅怎么没有参加开国大典呢？其实在建国当天，
神州大地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土没有解放，因此其他4位元帅中，彭德怀正率领着一野担负着解放大西北、进军新疆的重任，而林彪正带着他的4野与国民党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在西南周旋，同样无暇脱身。而叶剑英此时正在江西赣州组织兵力，准备向华南进军。只有徐向前由于在此前的战斗中染病，一直都在青岛疗养，因此只能在收音机里收听了整个开国大典的盛况。我们看到1949年时的天安门广场两侧均被红墙包围起来，而正南方向还能看到2个宏伟的建筑，分别是正阳门和中华门。此2门均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之上。中华门始建于600多年前的明朝永乐年间，当时被称作大明门。闯王李自成占据北京后，将其更名为大顺门。不过匾额还来不及更换，便退出了北京。而后满清入关后，将其改名为大清门。而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此门便被改名为中华门。建国后，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中华门于1959年被拆除。而后在毛泽东逝世后，便在原址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除了中华门之外，我们在这次阅兵时还能看到，在长安街上接受检阅的部队，在通过天安门前还穿过了一座城门，这就是位于天安门东西2侧的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这2座门在1952年8月被拆除，后来在原址修建了北京地铁1号线的天安门东站和天安门西站。当年拆除时，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几人反对。尽管梁思成痛哭流涕，但2座门最终还是被拆除了。再加上随后拆除的东西2侧的红墙以及中华门，天安门广场历经500年的封闭格局，自此也不复存在了。